不仅如此，你还把那些干枯的躯体做成了牵线木偶。啊，那是我祖传的傀儡术。我们宫氏一族在修炼上没什么天赋，只有这祖传的傀儡术拿得出手。这也保证了我的生命安全，不是？不然你以为为什么那么多人听我的话？纯七元看他全部承认了，反而更慌了。救命啊！宫佩兰嗤笑一声，5根手指迅速地动着，像是在操控牵丝线一般。下一秒，陈七元身边的几个牵线木偶立即就朝着他扑了上去。陪你废话那么久，我已经没有耐心了。那个小姑娘在哪儿？如果不把她交出来，我现在就把你撕成碎片。我也不知道啊。既然你这么嘴硬，我现在就让你尝尝被分尸的滋味。就在他尖叫的时候，忽然间噗噗噗火焰灼烧的声音传来，接着下一秒便是咚咚咚躯体倒地的声音。你不是普通的神医谷弟子，你是什么人？哼，搞了半天你不知道我是谁啊？看样子你费尽心思把我骗进来，还真的是为了我这可爱又迷人的身体啊！虽然你得不到，但是我可以给你透露一下，我这身体超好用的。你可终于回来了，我还以为你丢下我不管了，吓死我了！宫佩兰那才是幕后主使，他刚刚全都承认了。我知道啊。你知道？你之前不是也以为是翟余怀吗？是啊，但宫佩兰给我们打开密室入口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他才是主使啦。那个时候就知道了？不该知道吗？他一向以柔弱大度的形象自居，但是却在那时候装睡放我们进来，又刻意打开密室入口让我们躲藏。正常人都应该联想到他有问题吧，不然装睡干嘛？那你都知道你还跳进来？因为你毫不犹豫就进来了，我不跟着你就放任你一个人死在这儿。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呀？你刚刚还跑掉了，害得我一个人后知后觉跟他斗智斗勇那么久。要的就是你跟他斗智斗勇那么久啊！啊！对面的宫佩兰才发现自己原来被摆了一道，给叶玲珑拖了好长一段时间。愚蠢小人，今天你们2个都得死在这里！那些不知疼痛又力大无穷的牵线木偶再一次扑了上来。按下这个扳机能发射一张符纸，符纸对着牵线木偶发射过去啊，不一定是背心，打中身体就行。他迅速地接过来，朝着扑上来的牵线木偶开了一枪，一枪打中，牵线木偶的背心瞬间灼烧倒了。陈七元面上一喜，激动不已，无敌了，无敌了！他就这么猝不及防的无敌了。于是他拿着符枪，朝着奔冲而来的牵线木偶连续几发打了过去，一发不漏的全中了。可以呀，七块兄！宫佩兰气得浑身发抖，一个纸糊的金丹，一个小小的筑基，他一个元婴不至于连他们都搞不定。于是他停止了所有傀儡的行动，直接朝着2人冲了上去。叶玲珑迅速地取出了小红伞，挡在了陈七元的前面。红伞一出，红叶飞舞，犀利的叶片朝着宫佩兰攻了上去。他的手臂、脸庞、腹部，甚至脖子上都被划出了血痕。一个小小筑基竟然有一把这么厉害的武器！你到底是谁？叶玲珑手中的小红伞一收，迅速地切换到了剑形态。区区一小傀儡师，也配知道我的姓名？宫佩兰当场就恼羞成怒了。可恶，他这辈子就没被人这么嘲讽过。速战速决吧，我很忙的。他强忍着恨意，五指迅速地晃动起来。今天就算是损失所有的傀儡，他也要把这2个人弄死在这里。他拿出了他家祖传的傀儡哨，哨子一吹，整一片空间里所有的傀儡全都动了。陈七元吓得疯狂大叫起来，他一边叫一边开枪，依旧是枪枪命中，弹无虚发。叶玲珑和陈七元2个人，一个开枪，一个刷符。他们一边应对着奔冲而来的牵线木偶，一边迅速后退，意识到退无可退。我的遗书还没写完呢！你们不是很嚣张吗？打呀，跑啊，我看你们还怎么逃！刚说完，宫佩兰脸上得意的表情就裂开了，原地消失了。他们竟然就这么原地消失了。别以为能逃掉，这里有特殊禁制，你们出不去。我即便是掘地3尺，也要把你们挖出来。他话音刚落，便听到了陈七元那吓得疯狂尖叫的声音。都不需要掘地3尺，他们就这么随便的出现了。故意的吧？那死小孩怎么能这么欠呢？别叫了，他们又扑上来了，那边！叶玲珑拽了陈七元一把，
他转过头看见之后，迅速的又好几枪打出去，又倒了一排。边跑边打。陈其元被叶玲珑拽着跑，他一边跑一边还不忘回头开几枪。那些追过来的牵线木偶为了抓他们横冲直撞的，把墙上的那些罐子撞掉了不少。听着砰砰砰罐子破碎的声音，宫佩兰心如刀绞，那都是他花费大力气培养的躯体啊，气死他了。眼看着他们迅速的被逼到了角落里，宫佩兰心中一阵激动，操控傀儡赶紧弄死他们。叶玲珑忽然转过头看向宫佩兰，你快点啊，我还在等着你放狠话呢。算了，你先前放了那么多狠话，现在估计是词穷了，你那点文化水平我是不指望了。叶玲珑嚣张的说完之后，便和陈其元一同消失在了原地。宫佩兰气得浑身都在发抖，怎么会有这种人？那个死小孩真就是故意的。你给我出来！下一秒，真就又听到了陈其元嗷嗷叫唤的声音。死！你们都给我去死！他吹起傀儡哨，指挥着他们朝着叶玲珑所在的位置冲过去。进去之后，他感觉整个人都要被气得肝胆俱裂了。他装草药的房间全都被搬空了，他放傀儡纸的桌子也干净的连把剪刀都看不见了。宫佩兰气得连傀儡哨都吹不稳了，导致傀儡们的攻速放缓下来。他们速度一慢，陈其元便忍不住开始聊天。小师妹，你这个瞬移阵法好厉害，什么时候弄的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就在你跟他斗智斗勇的时候，所以我说你很重要吧。小师妹，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瞬移到最开始的那个房间？你干嘛把我们的路线告诉他？啊，就剩这一间了，他不会猜不到吧？谁知道呢，我看他快气昏了。那怎么办？我都告诉他了，他会不会提前去堵我们？喂，谷主夫人，你会提前安排围堵我们吗？做个人吧。宫佩兰气归气，但绝不愿意放过任何一个能弄死他们的机会。完了，小师妹，他比我还聪明，他所有房间都准备好了傀儡蹲我们。那怎么办？陈其元一脸轻松的表情瞬间就裂开了。怎么办？小师妹竟然问他怎么办？如果问题真的到了他这里，那就唯有一死了。两人跑到了他设置的阵法点处，两人再一次消失在了这个房间里。宫佩兰深吸了一口气，等着他们落地的声音，谁知等了半天没能等到，出去了，不可能啊！他慌慌张张地跑到了最后一个房间，在看到所有营养物都被搬空的时候，他强忍着心梗又跑去了装躯体的房间。就在两处都没见到叶玲珑他们的时候，宫佩兰急得脑袋都要冒火了。就在这时，他感受到了自己傀儡的消失，陈其元竟然一枪都没打中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叶玲珑抬手一撕，撕掉了陈其元身上的禁言符。你干嘛浪费我的符纸？不是我，是那个傀儡，他有问题。陈其元这一说，叶玲珑才注意到这傀儡操纵的牵线木偶是真的有问题。比起其他那些听指令的木讷的牵线木偶，这一只特别的灵活，躲得又快，而且走位还有自己的想法。那只傀儡竟然在摸鱼，他并不是真的想要扑他们，而是为了不让人看出来他异常，正混在牵线木偶群里边假装干架。好家伙，这是一个有灵魂的傀儡啊！你往他左边打，但是不要打到他，我去右边堵他，我要看看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。不是，咱们现在不是在逃命吗？你觉得我浑身上下哪有一点逃命人的品质？哎，对呀，我之所以现在还留在这里啊，完全是为了这天下苍生。哎，不对，这我没看出来啊！赶紧干活，我要抓住他。于是陈其元配合的一边躲避其他牵线木偶的攻击，一边去开枪攻击那个特殊的牵线木偶。眼看着其他的傀儡疯了一样的扑上来，陈其元吓得手一抖，打中了那只灵活的小傀儡，然后嗖的一下，他瞬间消失在了他们的面前。你干什么啊？我的傀儡哪儿去了？你前面给我的符用完了，我把另外一叠符拿来用了，是不是两种符功效不一样呢？叶玲珑第一叠给的是烧傀儡的符纸，第二叠给的是保命符。符用光了，打不过他们了啊，赶紧跑！说完，他便撕了手中的符纸，一个瞬移，人不见了。陈其元赶紧开始撕自己手里的符，1张、2张、3张，死了死了，他要命丧于此了！你们这两个小杂碎，给我死！宫佩兰的密室有特殊结界，一般情况下是逃不出来的。但是叶玲珑在密室里布置瞬移阵法的时候，发现了这一点。为了接下来好跑路，他在密室的结界上破了一个小口子。
所以他用保命符瞬移出来的时候，是从小口子里出来的。同理，那只小傀儡瞬移出来的位置也是同一个点。叶玲珑赶紧朝着那只小傀儡追了上去。喂，别跑，再跑你就死定了！叶玲珑刚喊完，一个身影瞬间落地，扑在了那只牵线木偶身上。小师妹，救命啊！你按住他，你跑什么呀？你赶紧把他抓住！他强忍着恶心，死死地摁住他。叶玲珑迅速地冲过来，手指在空中画了个符，把那只小傀儡从里面抓了出来。他一离开，那具躯体就倒下，再也不会动弹了。他这张傀儡纸的纹路比之前那些都要精致复杂，并且这只小傀儡它是有眼睛和嘴巴的。下一秒他就嘤嘤嘤地哭了，这么蠢萌的玩意儿他还是第一次见。身后忽然传来了一阵巨大的动静，他疯了吧？这可是密室之外，神医谷之内啊！吓得叶游龙和陈其元赶紧往前山逃去。眼看着马上就要逮住的时候，叶游龙忽然听到掌心里传来了一声细软的声音，马上就要扑上来的傀儡忽然就停住了。但他们没停多久，因为宫佩兰很快就发现了端倪，他重新吹响了他的傀儡哨，哨响的那一瞬间，他们又重新追上来。叶玲珑把手中的小傀儡抬了起来，于是他们又不动了，就在这一声声中卡顿似的，一动一停，一停一动。凭借着他们卡顿的时间，叶玲珑带着陈其元朝着神医谷的前山跑了去。而那只柔柔弱弱、哭哭啼啼的小傀儡，这会儿像是被激起了胜负欲一样，跳到了叶玲珑的肩头，冲着身后咿呀咿呀的叫个不停。一人一傀儡，像是吵架一样。胖头，我肩膀上那个小可怜吵架没吵赢，你帮个忙。哪个吃饱了闲着没事干，脑子不清醒的跑来找人吵架的？该不会是那位大妈吧？哎呀，你跑个步喘成那样，歇会儿吧。再不行，你那么多小弟，你喊他们抬着你跑呀。你这把老骨头何必折腾呢？宫佩兰脸上的表情瞬间就崩了，她说的好有道理啊。别哭了，过来报仇。你能控制一群，单独控制2个也可以吧？就那俩抬着他的，你让他们把他的脸朝地砸下去。还能这么玩啊？看到小傀儡重新起来的宫佩兰已经准备好跟他开始新一轮的对抗，谁知咚的一声，他猝不及防的被一个倒栽葱，整个人脸朝地被砸了下去。小傀儡仿佛打开了新世纪的大门，两人一块儿站在叶玲珑的肩头上恶整宫佩兰。是时候了，反杀时刻来临。只见在胖头的指挥下，宫佩兰此时已经狼狈不堪，她状态不好，傀儡的控制力也不如从前。就在这时，她身边的一只傀儡迅速地抢下她手中的傀儡哨，朝着叶玲珑的方向狂奔而来。他发现尽管那些傀儡都是他做的，但他对傀儡的控制力远不如那只小傀儡。叶玲珑他们还没动手，那群傀儡就先自己打了起来。在胖头的鼓励下，小傀儡信心倍增，越控越勇。眼看着宫佩兰被他的傀儡反杀，让你追我，我让你杀我，让你冤枉我大师兄，你受死吧！谁敢在此伤害我家夫人？宫佩兰的援军到了，叶玲珑嗖的一下转过头，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逃亡。来呀，杀我呀！就你们2个杂碎还妄想动我，给我冲！一定要弄死他们！就在宫佩兰气势汹汹杀回去，他们又掉头杀回来了。那个死小孩信心满满，不像作假，但他也只多了一个筑基帮手啊。大师兄，你可终于回来了！我给你发的信息你收到了吗？我收到的时候已经查完了，那些人确实是自己的身体，没有作假。你调查人家身体是不是自己的，怎么调查的那么快？不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吗？不需要啊，一过去把他们全家抓起来，关一个屋子里，让他亲近的人说出他身体特征，答对了说明没换呢，所以这事儿我1晚上就搞定。不是，温文尔雅的大师兄呢？做事怎么那么反派的？要反杀吗？直接冲到他们前面呢，又不是干不赢。他家表哥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暴躁了？表哥，你别冲动啊！前面有足足11个元婴，虽然有1个很弱，但还有10个厉害的。区元婴，你自己不也是元婴？你凭什么看不起人家元婴？冲吧，夫人，速战速决，不然那些傀儡被人发现，我们就得不偿失了。杀了他们，一个不留。遵命，夫人。叶玲珑眼看着他们真的冲回来送人头了，他慢悠悠地站起身来，拿出戒指里的武器，正准备撕掉禁止，露出修为，大干一场。停下，撤退！我就说吧，这小孩奸诈得很，他既然敢在这里等我们，必定有后手。全体赶紧后退，后退！大师兄，小师妹，什么连累大家的话，你们不该来的话，叶玲珑也不可能说出口。
无论前路是否凶险，无论大家身在何方，无论彼此在做什么，听到消息之后，没有一个人退缩，没有一个人犹豫，没有线索也要大海捞针的找过来了。叶云龙不知要说些什么，他忽然就觉得穿越到这里做的所有事情好像没有一件是白费的。他转头看了一眼裴洛白，只见他那双清澈的双眸里蒙上了一层淡淡的雾气。大师兄，男人哭吧哭吧哭吧，不是罪。小师妹她有毒吧？哇，你们来了呀？他很淡定。大师兄，好久不见呢。裴洛白顿时浑身一僵，这是当初那位爱答不理的冰山二师弟。大师兄，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你也不喊我们，干什么呢？我们是怕干架的人吗？虽然五师弟的温柔人设早已崩塌，但这么好战，他还是有点不习惯。大师兄，你不感动吗？你为什么没哭呢？六师弟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欠揍了？敢捏他的脸，这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吗？裴洛白眉头一皱，一巴掌盖在了宁明成的脸上，将他推开了。干什么？现在是叙旧的时候吗？敌人还在身后呢，杀他们呀！算了，还是我身先士卒吧。小师妹，煽情的场面不适合你，我们干架去了。听说你有一把新武器，拉风的很，我迫不及待的要见识一下。等等我，还有我也要干架。怎么回事？你之前不是元婴吗？怎么变成筑基了？还有你们清玄宗的5、6、7原本不是金丹吗？怎么全都变成元婴了？你们的修为怎么全乱套了？你们家小师妹没乱套，还是个小筑基。眼看着谢灵义带着七星宗的弟子杀了过去，裴洛白一脸的不理解。他们是七星宗掌门送过来赔礼道歉，外加帮忙干架的，不只是他们，还有其他人来了，回头再给你细说，先干架。说完，其他人也跟着冲了上去，原地就剩下了裴洛白和陈七元2个人。表哥，那我们……不是我们，是我去干架了，但你就别冲了，在后面喊个口号就行。别问，问就是感动。表哥果然永远把他的安危放在第一位，不像小师妹巴不得他死不掉似的，哪里危险闯哪里。宫佩兰他们几个脸色骤然大变。怎么回事？这里还是神医谷吗？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闯入？夫人，他们是今早上来的，不只是他们，神医谷来了好多人，场面已经控制不住了。谷主担忧你的安危，这才叫我们来接你的。你不早说！我也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快找到后山这个位置呀。夫人，当务之急，快把这些傀儡收起来吧，一旦曝光惹众怒，后果不好收场呀。那我们其他人呢？堂堂神医谷就被人这么骑在头上吗？不会拦着他们吗？应该。碧罗紧张地说着，忽然眼睛一亮，来了，夫人，我们有救了。只见前方不远处，谷主詹于怀带着大批神医谷的护卫队迅速地飞了过来。各位，远道而来便是客人，在我神医谷大打出手，不应该吧？我本感激你们关怀神医谷，被黑山盟威逼一事前来看望，但没想到你们不过是寻了个由头来找我神医谷的麻烦。宗门联盟竟如此无耻吗？我们确实是来慰问神医谷的，但一不小心发现了有同门被困于此，我们前来拯救同门有什么错吗？神医谷只有神医谷弟子以及图谋不轨者，怎么会有你们宗门的同门？若真的是有，那他们便是图谋不轨之人，这种人神医谷就该当即格杀。来人呐，把他们给我全部控制住！有话好好说，欺负一群孩子做什么？作为医者，张口闭口就是杀，这不太好吧？任当莲站定之后，他转回头去：你这不孝劣徒，为师都已经到了，你还装作没看见？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呢？这么多人看着呢，他没打算出风头呀。师傅在上，请受徒儿一拜。敷衍。盟主这是什么意思？到底是在慰问我神医谷，还是带人毁了我神医谷？谷主言重了，我当然是来慰问神医谷的。不仅是我，还有后面这些修仙界其他势力的人，他们也关心神医谷的安危，心情急切，还望谷主能明白我们的苦心。他们正说着场面话的时候，
叶玲珑随手抓了个七师兄来询问情况。你和大师兄在石泽谷失踪，我们收到消息后，在石泽谷相聚了。正准备一起掘地三尺找人的时候，盟主出现了，他让我们稍安勿躁，因为他收到消息，神医谷被黑山盟盯上了。过了1天之后，神医谷果然出事了。然后他又借这个由头，吸引了一批修仙界其他势力的人，一同上神医谷慰问，说是要帮神医谷撑场面，给黑山盟压力，劝他们离开。原本这个谷主不想答应，但是来的人数虽然不多，但是涉及到的势力太多了，他没办法拒绝，只好放我们进来接待我们了。其他势力这么乖乖听他的话？你家那个便宜师傅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就是利用其他势力想横插一脚捞点好处的心思，把他们拐过来给自己当借口。好处？难不成还都想抢浮屠塔？浮屠塔是一回事儿，重要的是，要是神医谷真的垮了，其他势力的人肯定会抢人的。要是自家里头放个神医，谁还用每次都舔着个脸到神医谷来求爷爷告奶奶？以后出门干架底气都足了。那天你在石泽山上把浮屠塔里的鬼魂放出来之后，大家便开始怀疑神医谷本身，以及开始相信大师兄灭丹心堂满门和10年前白羽林灭门案有关了。2个怀疑加起来，再加上黑山盟这事儿，各方势力当然觉得神医谷要动荡了。如你们所见，神医谷无恙，黑山盟少盟主我们也已经救活了，你们可以离开了。神医谷当真无恙吗？那请问护卫队身后的那些人是什么情况？他们是患了一种特殊疾病的人，在我神医谷后山休养，你们的打扰让他们如今身体情况非常的不好，还请你们迅速离开。至于更多的细节，我想我没有必要再跟你们交代了吧。这时叶玲珑轻笑一声，戳了戳自己肩膀上的小傀儡。干活了，回头给你奖励。他举起自己的小手手，呀一声操纵了起来。忽然间，宫佩兰身后那些正有序撤离的傀儡们疯了一样的横冲直撞起来，引起了一阵巨大的骚乱。快拦住他们，不准他们冲出去！宫佩兰此时也迅速的使用傀儡术控制他们。要拦不住了啊！大家快帮忙！他说完之后，最先冲上去，撞开了一个口子，把那些混乱的傀儡给放了出来。在胖头的唆使之下，小傀儡放弃了控制其他的傀儡，集中控制那几只被叶玲珑撞开口子钻出来的。那几只发了疯一样的扑向神医谷以外的人，他们迅速的挥剑抵挡。有了证据，任堂莲再次找到了话头。谷主，这就是你说的病人，他们好像失控了呀。这哪里是病人呢？身体干枯，瘦骨如柴，完全没有了呼吸。这已经不是活人了呀！你们不是悬壶济世吗？医者仁心吗？你们怎么会偷偷摸摸的在圈养这些怪物？你们养这些东西是要做什么？我之前看到浮屠塔里面出鬼魂，我还持怀疑态度，现在一看，神医谷就是内部有鬼，歪门邪道啊！这玩意儿攻击力好强啊，不怕受伤不会痛，纯是无脑攻击，伤害性太高了。神医谷养了这么大一批，未来是要靠他们纵横整个修仙界吗？这些好像都是活人制成的怪物啊！你们到底杀了多少无辜的人？神医谷的背后竟然做了那么多肮脏的事情，这事必须要给个交代。对，必须要给一个交代，必须交代，交代！眼看着场面越来越乱，詹于怀已经控制不住。各位远道而来皆是客，神医谷自然是欢迎。可若是各位不想当客人了，神医谷便无需再以礼相待。这一声怒斥落下之后，一个白发苍苍的身影骤然出现在所有人的面前，是守护神医谷的那位化神。完了，他也出来了！难不成他要包庇谷主和他的夫人吗？他到底知不知道这是在害神医谷啊？不知谁说了这话，那位老者手中的拐杖用力一敲，整个地面迅速地裂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，像是一个阻拦一样，将神医谷众人和外人分隔开来。我做事还需要你们这些后辈来教吗？不知天高地厚，谁若是再敢说一句，我定不饶他。前辈，哦，你就是宗门联盟的那个化神，年纪轻轻却是天赋不错，但这不代表你就可以在我神医谷撒野。我并非撒野，我只是想向神医谷讨个说法。神医谷杀害活人，将人如此残忍地制成怪物，然后圈养这些怪物，到底是意欲何为？这无论如何都不能是一个医者该做出来的事情。
若说任唐莲之前是为了救叶玲珑和裴洛白，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他只觉得神医谷确实丧心病狂。豢养怪物？老者摇了摇头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哪里有怪物？又是谁在豢养？他话音落下，五指朝着虚空一抓，瞬间所有的傀儡化成了粉末，飘散在了空气之中，化为了乌有。前辈，你……我神医谷的事情轮不到你们来管。现在你们说的怪物根本就不存在，若是硬要找茬的话，那老夫便奉陪到底。有他在，就没人敢对神医谷动手，即便是任唐莲，此刻也要掂量着些。听老夫一句劝，都离开这里吧。神医谷内部的事情，老夫自会解决。就在大家都陷入沉默的时候，一声嘲讽的笑声从人群中传来。嘲讽一个化神？谁这么大胆啊？只见那人抬手撕掉了脸上的伪装，是他，裴洛白。当他从人群中走出来的时候，还有很多人不敢相信眼前这个小筑基就是裴洛白。真的是裴洛白吗？他修为怎么跌到筑基了？难不成这段时间他一直藏在神医谷里？不是吧，他这是要做什么？出去硬刚神医谷的化神吗？神医谷追杀他那么久都没成果，这一下算是自投罗网了吧？你真的是裴洛白？朱凤红问道。我真的就是裴洛白。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还敢在神医谷出现！那么现在我就为我丹心堂死去的100多个弟子报仇！朱凤红怒斥一声之后，迅速的抬起手掌，毫不留情的朝着裴洛白打了过去。大师兄！就在全场皆惊的时候，裴洛白不躲不闪，双掌拧起了一道灵力，迎了上去。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裴洛白要完了的时候，两股灵力相撞，迸发出强大的能量向四周散射开来。接下了，裴洛白他竟然接下了朱凤红这一掌。神医谷那边的人匆忙的抵挡，却还是伤了一片。这边叶玲珑迅速的撑起他的小红伞，红伞往前一顶，他挡住了清玄宗的人。而任唐莲迅速的支起保护，将剩下的宗门弟子护住。任唐莲回头看了叶玲珑一眼，又把目光挪了一下，落在他那把小红伞上面。小师妹，你这把伞比传说中的还要牛啊！化神一击，他竟然给挡下了。是啊，2个化神的冲击啊，这就是升级过后的小红伞吗？这是不是逆天了？这简直……哎，又裂了一道。叶玲珑忽然就不笑了。不是吧？我没看错吧？裴洛白他竟然接下了！快看，裴洛白的修为！化神啊，他才25吧？他岂不是下修仙界最年轻的化神？宗门联盟出了第2个化神了！大师兄，你化神了！你竟然化神了！没错，大师兄花了1天时间就突破了化神，厉害吧？叶玲珑一脸的骄傲，那可是他亲眼见证的。你竟然突破化神了！他忽然深刻明白了小师妹日夜盯着他修炼，逼着他苦练，陪着他上化神的意义了。如你所见，如今的裴洛白很是平静，因为别人已经没有了冤枉他的资格。你确实是很有天赋，你是我见过最有天赋的人，可惜了，可惜你与我神医谷为敌。你不知道的是，当年我可也是神医谷的一份子啊！我就是10年前满门全灭的白羽灵少领主。这话一出，全场一片哗然。我爹空有一颗医者仁心，却不知人心险恶。10年前，他发现了浮屠塔里的惊天大秘密。为了不让丹心堂再为非作歹，他盗取了丹心堂的浮屠塔，想要交给神医谷。然而他还未来得及上交，便被丹心堂灭了满门。临死之前将浮屠塔交到了我的手中，要我一定要交给神医谷，处置丹心堂。可我爹却是万万没有想到，他全心全意的信赖的神医谷早就包藏祸心了。当年白羽灵被灭，神医谷不分青红皂白的就定了他的罪，判定是他练功走火入魔，灭了白羽灵满门，将他除名。听到这话，全场一片震惊，没想到这背后竟然还有这么大的冤情。
你住嘴！不想听吗？可是我偏要说，想知道当年我爹拼了命也要拆穿的浮屠塔的秘密是什么吗？大家可要睁大眼睛看清楚了。裴洛白话音落下，他将浮屠塔拿了出来，然后将最高层培植的躯体全都放了出来。看到眼前的一具具活生生又死沉沉的人类躯体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他们早在10年前就在豢养这些活人躯体，用来给濒死之人换身体，以实现他们所谓的起死回生。这话一出，全场又是一片惊呼。我爹以为这只是丹心堂所为，却忘了这浮屠塔可是神医谷交给丹心堂的宝贝啊！神医谷内怎么可能会无人知晓？是吧，谷主夫人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听不懂没关系，我来给你解释一下。这时，叶玲珑从人群中走了出来，站到了裴洛白的身边。站定的时候，还给自己的脸上施了个清洁术。你介绍一下，清玄宗叶玲珑。是你？就是他在石泽谷上带走了裴洛白，早知道是他，他在见到他的第一眼就一定会毫不留情的把他弄死。是我啊，我给你看个东西，那是我的新发明，第一次就让你用了啊，你超荣幸的。说完，叶玲珑从戒指里拿出了一个海螺，他将海螺放到半空中，然后敲了敲螺口。很快，螺口内便出现了宫佩兰和陈七元的对话，两人在密室里的一问一答，一字不落，清清楚楚地落入了所有人的耳中。听到这些话的人，除了震惊还是震惊。怎么会有人能做出这么丧心病狂的事情来？你阴我！你一开始就已经算计到了一切！你这个心思深沉又可怕的死小孩！怎么说话的？分明是你一开始先算计的我啊！你为了抢我的身体，把我骗进你的密室里，我没你聪明，所以就上当了。他是怎么能说出这么不要脸的话来？宫佩兰当场被气得心梗。够了！朱凤红怒斥一声。够了！叶玲珑面对化神丝毫不慌。不够！前辈不是喜欢毁灭证据吗？你不等我一桩桩一件件全部罗列完，你怎么知道还有多少证据要毁灭的？毁了那些怪物有什么用啊？证据我多的是呢，看清楚了。叶玲珑从戒指里取出了一具做成了牵线木偶的躯体。这种躯体宫佩兰一共做了300多个，你毁掉的只有200多个，还有大几十个呢。我这里有，他密室里也有，你要辛苦一趟去毁吗？说完，他又从戒指里取出了一个罐子，罐子里装着一个人，他甚至还会微微的颤动。看到的时候，在场所有人的心全都揪了起来。这人还没死透呢，他还会动呢。天哪，神医谷是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来的？太让人难以接受了。这个罐子里面装的是宫佩兰培养出来供自己更换的躯体，我这里有，他密室里呢还有100多个，你要毁的时候可得顺手毁干净了。叶玲珑又从戒指里拿出一个傀儡小人儿，傀儡小人儿放在他的掌心处，微微的颤动着，一看便知道不同寻常。大家再一次开了眼，听说过有傀儡术，这还是头一回见呢。这就是宫佩兰捡的傀儡，虽然我不会操纵，可大家一看便知他身上是有某种力量的。这傀儡纸我这儿有，密室里也有，只要是愿意搜，大家什么都能搜得到。朱前辈，回头你可得仔细找找，别漏毁了啊！放肆！你这小小的后辈，竟然也敢在我的面前大放厥词！裴洛白见此，往前一步，挡在了叶玲珑的前面。我大放厥词，那还不是前辈黑白不分，是非不明？是啊，前辈刚刚说神医谷的事情，神医谷自会自己解决。可你都是怎么解决的？你真的有做到公平公正的守护神医谷吗？你真的对得起当年神医谷给你的嘱托吗？你放肆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你也敢教训我？我为什么不能教训你？神医谷已经将我爹除名了，我便不是神医谷的人。我一个外人，需要尊重你这个黑白不分、刚愎自用、包庇恶人的人吗？说得好，就该这么跟他硬刚，仗着自己是个化神，罔顾自己守护神医谷的职责，黑白不分，妄图掩盖罪恶。这师兄妹俩今天真的是大快人心啊！你今天毁灭这些怪物，不准外人插手的做法，和你当年纵容单于怀夫妇冤枉我爹息事宁人的做法有什么区别？你以为你是在为了神医谷的名声好，所有的事情
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将影响给压到最低。可是结果呢？你包庇的都是什么东西？你包庇的就都不是东西，可见你空有一身修为，却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，可笑至极。我说了，神医谷的事情我自会解决，他们再有错，也是我神医谷的人，也应当由我处置，外人无权干涉。由你处置？你要是真处置了，那你10年前就该处置他们了。你不曾取信于人，就叫别人如何信任于你？怎么？你们今天是一定要与我神医谷为难了？对，我今天即便是豁出去，也要神医谷还我爹一个公道，也要神医谷给天下一个交代。我裴洛白孤身一人，不是盟主没有顾忌，你若真的要动手的话，那我便奉陪到底。裴洛白说完，取出了自己的长剑，做好了硬刚到底的准备。抱歉，刚刚我大师兄一时激动嘴瓢了，我来更正一下，我大师兄不是孤身一人，他背后还有我将与他并肩作战。今天必须要神医谷给个交代。再次抱歉，刚刚我小师妹也嘴瓢了，我再次更正一下，他们不是2个人，他们的背后是整个清玄宗，整个清玄宗将与他们共进退，共同对敌。今天神医谷必须要给我大师兄一个交代。共进退，同对敌，神医谷必须要给大师兄一个交代。我的白小培竟然是个化神。看呐，你徒弟变成化神了，我徒弟变成金丹了，他们好威风啊！边上的大长老听了，一个劲儿的去找他那个各方面都优秀的离奇的徒弟，最后在人群末尾的角落里找到了他。哎，那我徒弟怎么还是个劣质金丹呢？这不合理啊！大长老，如今看来，当年你用起死回生之术连救3人，风头无两，大家都要求谷主退位让贤的时候，老前辈出来平定了一切呀，恐怕也是本着息事宁人的原则吧。他以为守护神医谷便是不让他有动荡，而不是真正从他本身出发，解决他所有的祸端根源。所以他不赞同你当谷主，根本就不是你不够格呀。当年你为了这事儿差点过不去心里这道坎儿，自我怀疑许久，不断的找自己身上的毛病，没想到出毛病的不是你，而是他。罢了，都过去了，我已经放下了，提他做什么？现在这形势，詹一怀是不可能再当谷主了，你就没想过？我一个小小的炼器，想那些事情做什么？拉倒吧，我走一步喘3喘。会有那空啊，不如找个大树乘凉，然后教一教我那不成器的七元呐。朱凤红整张脸皱成一团，他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，更不愿意让别人插手他的决定。你们可想清楚了？没什么好说的，您虽然已经成为化神很多年，但应该也是很多年没打过架了吧？晚辈想要讨教一番，请您不吝赐教。我年纪大，跟小辈一块打架不合适，但要保证几个小辈安全，还是可以做到的。你们尽管打，后方有我在，谁也别想浑水摸鱼，趁火打劫。当然，若真的打不过也不慌，我会带你们离开的。那我就成全你们。朱凤红大喝一声，从戒指里取出了一把长剑，朝着裴洛白攻了上去。化神打架，其他人纷纷迅速撤退，只剩下清玄宗的人依旧顶在前头。陆白薇二话不说，直接释放加持场，其他人迅速地摆起了阵法。这可是清玄宗第一次联手大战化神啊，绝对不能输的，输了面子就丢光了。瞬间加持场铺开，阵法布上气势拉满，仿佛又回到了当初在巅峰舞会上并肩而战的那一刻。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我该站在哪个位置？为何大家如此熟练，而我却是一无所知呢？叶玲珑一看二师兄站那儿发呆，他迅速地拽了他一把，给他安排了一个临时位置。二师兄，回去检讨一下你自己。凌厉的比拼，招式的对战，力量的碰撞，一边是已经上了化神修为几百年的老者，另外一边则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轻人。
这一场战斗看得人热血沸腾，围观的人后撤再后撤，几乎是把一整片山谷都留给了他们。时间一点一点过去，眼看着他们炸了几个小山头，又铲平了一片小林子，双方焦灼的战斗渐渐的有了明显的倾斜。朱凤红开始落下风了。都说自古英雄出少年呐，凭借自己的实力应战化神，清玄宗的这帮孩子前途不可限量呐。你们宗门联盟的这个清玄宗确实不错，后生可畏呀。他们清玄宗是你们第一宗门？当然不是了，他们宗门到现在啊，我就见过这8个人。所有人震惊又怀疑的看了任堂莲好久。搞什么？燕玲珑这货竟然已经金丹了！谢灵义一边看一边忍不住酸。师兄，不要以为叶玲珑修为长得快是因为他的天赋好，你看他的师兄们哪个没升修为呀？那是因为什么？肯定是因为清玄宗啊，所以咱修为不长也不必怀疑苛责自己，大概是我们不行，而是七星宗不行啊。你是懂自我安慰的。另一边，眼看着朱凤红节节败退，宫佩兰气得直跺脚。怎么会这样？再怎么说，老祖也化神了好几百年，竟然打不过一帮毛头小孩，他有没有在认真打呀？你说这话之前，怎么不想想自己？你要是一开始就把叶玲珑给解决了，哪里会有那么多事情？再怎么说你也是元婴，怎么会打一个金丹都打不过？你在指责我？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？当初若不是为了救你，我会死吗？我若是没死，我需要搞出这么多事情来苟活吗？你知道我每天活得有多痛苦吗？都是你，一切都是为了你。山余怀这会儿的脸色也变得很不好看。干什么？提到这个你就不出声了吗？山余怀当了那么多年的谷主，作威作福，高高在上，是谁给了你今天的荣耀？你不会不清楚吧？怎么现在开始嫌弃我了？你可真不是个东西！我告诉你，今天要是老祖败了，我保不住，你所有的一切就都要玩完了。那就玩完了，大不了就是死啊！反正10多年前我就该死了。你要不救我，我也不必忍耐这么多年，纵容你做下那么多丧心病狂的事情来。你终于说你的心里话了。这么多年你一直在怨我、恨我、怪我，你甚至巴不得我死。只要我死了，你就再也不必每天跟一个怪物生活在一起了，是不是？詹云环，当年所有的海誓山盟，所有的柔情蜜意，在我死的那一刻也跟着全都死了，是不是？夫人，息怒啊，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。不是闹脾气的时候，那是什么时候？等到死了以后吗？你没看见吗？老祖他打不过一群毛头小子，他寿元将近，除了这一身化神修为，他一无所有。这些年他光享受神医谷当牛做马伺候他去了，他自己根本就没有修炼，他已经保不住神医谷了，他早就是个废物了。说完，他红着眼睛将视线转移到下面正在战斗的叶玲珑身上。我们今天要输了，我们或许都会不得好死，可即便是这样，我也绝不会放过他。都愣着干什么？看到红衣服的那个小贱人了没有？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，给我杀了他，一定要杀了他！不准动！你们一动，任堂莲他们就会动，到时候你们若是受伤折损，以后谁来守护神医谷？你说什么屁话呢？神医谷要完了，马上就要完了，还需要什么守护？今天要完蛋的是你和我，而不是神医谷。我们死了，神医谷就真的太平了。詹余怀，这些年你做了多少龌龊事，你心里没数吗？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才想起你师父当年把神医谷交到你手中时对你的嘱托吗？事到如今，你心里还装着神医谷的未来吗？你好不好笑啊？总之，詹余怀话还没讲完，宫佩兰迅速的反手握住了他的手腕，猩红的眼眸里透着一股阴狠。总之，神医谷我说了算。话音落下，他催动自己的傀儡术，唤醒种在詹余怀体内多年的傀儡。詹余怀瞪大了双眼看着他，痛苦地挣扎了好一会儿，最终他的双眸失去了神采。宫佩兰放开了他，詹余怀站直了身体，挥手下令：全体听令，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，
一定要杀了叶玲珑。是，屋主。于是，神医谷的100人护卫队迅速地朝着叶玲珑攻了上去。眼看着他们加入战局，任堂莲毫不犹豫地动了。他一动，七星宗弟子全部跟上，包括那些想来分一杯羹的各大势力也跟着上了。神医谷之内瞬间陷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混战之中。另一边，裴洛白一剑刺入了朱凤红的肩口，将他打落在地。朱凤红一口血吐出来，他已经不可能赢了，苦苦支撑也只能是拖一点时间而已。叶玲珑抬头看了一眼山头上一意孤行的詹于怀和宫佩兰，他一眼就发现了詹于怀的不对劲，而他身边的宫佩兰一脸恨意地盯着他。叶玲珑瞬间秒懂，然后笑了：“大师兄，你看好这位化神前辈，其他师兄帮我拦一下这些护卫队，我去杀个人。”他真就飞走了，手中萦绕着红色光舞的长剑一挥，他强势穿过正在打斗的人群，直奔宫佩兰所在的位置。你要杀我，哪里需要搞那么麻烦？我们都那么熟了，你喊我一声，我肯定来。眼看着叶玲珑冲上来，宫佩兰整个人吓得后退了一步，他回过头冲着碧罗大喊道：“快，你给我杀了他！他既然敢自己上来，就绝不让他活着回去。”是，夫人。叮叮叮的声音传来，两人迅速交战，身影快如闪电。碧罗没想到叶玲珑在自己的面前完全不虚，怪不得夫人在他面前没有一点还手之力。叶玲珑越打越凶，越打越狠，招天神剑诀搭配凤凰神火诀，疯狂的输出，将这一片天烧得火红。叶玲珑越打越兴奋，直接就把碧罗当做了陪练，而且不用担心误伤，打死都无妨的那种。碧罗被他打得节节败退，最后被叶玲珑一剑戳进胸口，从半空中打落了下去。碧罗没了，玲珑还在啊！夫人别怕啊，我来了！你别过来！他将身边的詹于怀往叶玲珑的方向一推，詹于怀便朝着叶玲珑攻了上去。趁着这个机会，宫佩兰迅速地转身跑了。詹于怀中了傀儡术还未清醒，但是他作为医者，战斗力也就比宫佩兰好那么一点儿，远不及碧罗。所以詹于怀攻上来的时候，叶玲珑一剑将他挡开之后，顺手就给他甩了2个巴掌。巴掌清脆又响亮，他被抽的脸都肿了。随着宫佩兰越跑越远，对他的控制越来越弱，再加上叶玲珑提神醒脑的那2巴掌，他快清醒了。于是叶玲珑抓着他的袖子用力一甩，把他朝着师兄们的方向甩了过去。多扇他几个大嘴巴子啊！再不扇醒他，到这辈子都醒不过来。毕竟这种狗东西啊，活着还不如死了呢。叶玲珑贴了几张加速符，跑去追宫佩兰。宫佩兰已经没有了任何依仗，她还未飞出这片山头，就被叶玲珑一把剑扔出去，砸到后背跌落下去。叶玲珑，你不能杀我！为什么？第一次见面我曾救过你一回，救命之恩你怎可不报？宫佩兰说完，被叶玲珑一巴掌打在脑袋瓜上。你这事不提，我还忘了跟你算账。但凡你晚1秒出现，我就能成功把叶荣月给杀了。元婴我都不怕，会怕他那个小金丹？我需要你来救？你脑子有包吧你？听到这话，宫佩兰差点一口老血吐了出来。怎么办呢？难不成今天真的要死？你可听说过神医谷的起死回生术？如果你放了我……宫佩兰话还没说完，又被叶玲珑一巴掌盖在了脑袋上。如果是你那种换人家身体的，我不需要。我这身体年轻又好看，你那玩意呢，我看不上。如果是大长老的起死回生术，谢谢，我已经会了。还能不能给人一点活路了？那如果我将我家的傀儡术交给你？这一次巴掌来的比之前还要迅速。不是，你脑子还有救吗？你这傀儡术打不过我，我干嘛要去学一个连自己都打不过的法术？以及那只小傀儡现在已经是我的了，有什么事情我不能喊他干吗？需要我自己去学？那你要怎样？宫佩兰这回话都没说完整，就被叶玲珑贴了一张禁言符以及一张定身符。我对你这种丧心病狂的人没有一点的所求，也没有一丝的兴趣。走了，带你回去接受你该受到的审判和惩罚。詹于怀已经醒来，混战已经停止。叶玲珑将宫佩兰随手一扔，扔到了詹于怀的前方。事已至此，大长老你们也不必再藏身了，该出来的便都出来吧。叶玲珑说完，藏在后面静观其变的所有神医谷之人全都走了出来。你们神医谷的事情我不想管，也没有兴趣。我来这里只是做一件事情，给我大师兄一个交代，还我大师兄一家清白。
叶玲珑走到詹于怀的身边，狠狠地踹了他一脚，将他狠狠地踹跪在地上，摁着他的肩膀，让他面对着裴洛白。现在请你当着神医谷所有人以及在场所有外人面，给我大师兄一个交代，以告慰他亡父的在天之灵。你若是不说，我说。10年过去了，我终于可以说一句真话了。裴洛白，当年白玉陵灭门一案，我一直都知道是丹心堂所为，你爹是无辜的，可我没有办法，我只能看着他含冤，我心里也很难受。他是我师弟，当年最拥护我的师弟呀。不必再说了，你那些师兄弟的情谊，我爹跟我说过很多次了，我听腻了。你爹他真的一直念叨吗？不重要了，他是神医谷优秀的弟子，是师父得意的弟子，最该出名的是我，不是他呀。我对不起师父，对不起你爹，对不起整个神医谷啊。那是你的事情，与我无关的。我会以死谢罪，也会在临死之前让你爹回归神医谷，大可不必。他这些年做自己很好，我这些年在外面做自己也很好，可是我从未想过让我爹重回神医谷。我也不认为我今天站在这里听着你们的忏悔和痛哭，是因为这个世间真理和公道永存。我能给我爹讨回一个公道，仅仅只是因为我足够强而已。所有人都愣愣地看着裴洛白，这不是他声名大噪的最好机会吗？他不利用这一次树立大孝子的形象，奠定自己在修仙界的威望吗？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好人，也不想当一个好人。丹心堂灭我满门，我便灭他满门。人若是不犯我，我便不犯人；人若是敢犯我在乎之人，我必要他无法生存。裴洛白说完之后，回头看了清玄宗所有同门一眼。我要做的已经做完了，我要说的只有这些。若有不服的，可来讨教。师弟师妹，我们走吧。听到裴洛白的呼唤，清玄宗的弟子们迅速地聚在了他的身后，跟着他离开。没有一个人有疑问，也没有谁觉得不甘。大师兄喊走，那便走了，就像来的时候那样毫不犹豫。看着他们离开，其他人内心都十分震撼且非常不理解。即便丹心堂已经以命偿命，可詹于怀、宫佩兰和朱凤红谁都不无辜啊！尤其是他们还做了那么多丧尽天良的事情，这个时候趁着他们人人喊打的机会，以正义之名诛杀他们，报仇雪恨，把这个仇报得彻彻底底，不好吗？白小培，你不准走，你给我站住！只见原本潇洒不已的裴洛白身形一顿，脸色瞬间变得不自然，然后嗖的一下起飞离开，在一眨眼的时间里消失在了所有人的视野之中。只见一个金丹期的小老头从人群里冲了出来。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人都已经看不见了，他还是要喊他站住。这就是25岁化神心中十分忌惮的人物吗？眼看着裴洛白是追不上了，石七长老赶紧回头去找清玄宗队伍里的叶玲珑。叶玲玲，叶玲珑嗖的一下迅速的消失了踪迹。你带我去找你们大师兄，不然你这个胳膊就别想要了。猝不及防被选中的季子卓一脸懵。你要是敢动手打我，你不尊长辈欺负弱小的恶名立马就传出去，你败坏清玄宗的风气，你罪大恶极。忽然就被一个金丹小老头拿捏住的季子卓快要哭了。一番小小的拉扯之后，清玄宗弟子还是离开了，带着固执的石七长老一块儿离开了。另一边，陈七元看着表哥和小师妹都跑了，他正想去追。好汉，我只是无辜的小人物，你们这是要做什么？徒儿莫慌，为师只是怕你也跑了而已。怎么，裴洛白都走了，你们还想要追究吗？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点把我身上的定身符给弄掉！他吼完之后，詹于怀没有动。詹于怀，你聋了还是瞎了？还是在故意跟我作对？快放开我！你不必喊了，即便是裴洛白走了，他们也不会放过我们的。他们凭什么？就凭你这些年来诱骗杀害来给你自己做备用躯体的人。他们要杀我，那你呢？你这些年跟我在一块做过的肮脏事少吗？你以为把所有罪责推到我身上，你就能逃掉了吗？我逃不掉，我也不打算逃。佩兰，
10多年了，该结束了。詹于怀手中的匕首深深地扎进了宫佩兰的心口，宫佩兰瞪大了双眼，生命在迅速地流失。我没有错，我只是想活着，我有什么错？我没有。他的话还没喊完，匕首带着灵力全部刺进了心脏之中，顷刻间崩毁了他的心脏，结束了他的性命。詹于怀轻轻地给他盖上了双眼，然后抱着他催动灵力当场自爆了。朱凤红重重地叹息了一声，仿佛又苍老了许多岁。今天的事情我也有过错，让你们看笑话了。今后老夫会好好的守着神医谷，历任谷主将会精挑细选，绝不会再发生这等事情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便不再打扰神医谷，告辞了。在任堂莲转身离开的时候，大长老带着人跑了过来。大长老，你来的正好。老夫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，将神医谷交给你。朱凤红说完，便等着大长老上来感恩戴德的跪他，然后再当着所有人的面敲打他几句，这面子算是能找回来一些。老祖，我何德何能啊？怎么，你不想？你快步走到老夫面前，不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吗？啊，老祖您误会了，我是看任盟主要走了，所以我赶紧上来拦下他的。朱凤红一愣，顿时心口一堵。不知大长老找我所为何事？盟主，您看我现在就一炼气修为，大的本事没有，唯有这一身医术还算是有点用。我想加入宗门联盟，希望盟主成全。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你竟然要加入宗门联盟？你把神医谷置于何地？老祖，我已经是一个废人了，这辈子都不可能用起死回生之术了。我如今修为只有炼气期，寿元只有100年，而我今年已经90，谷主之位交给我并不是明智之举。从今天起，我退出神医谷，寻一个愿意收留我的地方，了此残生。他这什么意思啊？自己可以拒绝他，但他凭什么拒绝自己啊？难不成就因为10年前没有支持他？说什么收留呢？我苍山72宫愿意给你想要的优待，只要你愿意来我们这里。任堂莲眉头一挑，你要坚信自己的第一选择。我听说你跟我徒弟叶玲珑的关系不错。我受过他的恩惠，也尝过他的嘱托，正是他把奇缘交给我的。那真好，你跟我走，大家彼此相熟，日后也方便一些。盟主愿意，我自然是高兴的。那就走吧。好，我们走吧。我们愿追随师傅，请师傅不要放弃我们。大长老蒋新奎看了一眼任堂莲，任堂莲毫不犹豫地笑着挥手：“一起走吧。”多谢盟主，多谢师傅。眼看着一大群人跟任堂莲走了，朱凤红气得差点当场发飙。还有没有不想留在神医谷的？现在可以跟我苍山72宫离开。所有神医谷弟子，我们都将给予最高规格的优待，保证其安全和资源，无需自己勾心斗角，也不存在各种恶意竞争。你当你们是什么东西？滚！都给我滚出神医谷！老前辈别着急啊，若他们想走，你便是留也留不住。谁敢走？我看谁还敢走！大长老他叛逃神医谷，永世不得再回来。朱凤红吼完之后，几乎是一眨眼的功夫，整个神医谷全走空了，甚至还把各自种植的灵草书籍全都带走了。他气得疯狂怒吼，灵力乱砸，当场就把那片山谷给砸崩了。为什么？话音落下，他一大口血吐了出来，染红了他身下的废墟。蒋兄啊，我不明白你为何要离开神医谷，明明谷主已经自尽，我就是下一任谷主，前途无量，为何还要离开呢？是，外人不清楚，可神医谷里的老人看得真切。那些被做成怪物的傀儡，10之23是神医谷的弟子，
阮唐莲心中大震，面上一惊。老祖能为了自己的面子和所谓的稳定，颠倒黑白到这样的地步，留在神医谷的下场不会比战于怀好多少。那你为何选择我宗门联盟呢？因为叶玲珑。哦，其他势力我不熟悉，但他我是信得过的。哎，我刚刚听盟主喊我蒋兄，也就是说咱一向不敢透露年纪，且力压上百宗门，威震四方的化神大盟主至今未有90喽。今这就暴露年龄了。原来还是个弟弟呀！任唐莲当场就裂开了。裴洛白逃跑的时候给其他同门留了信息，此刻他正坐在一家客栈之内喝茶等人。小师妹，何事如此惊慌呢？嗨，大师兄，你休得再逃！啊！裴洛白正疑惑着，其他的同门便走了进来。走在最后一个的季子卓手臂上还缠了个人。我的徒儿啊，我可算找到你了。你上次不辞而别，是不是因为我对你太过严苛了？不是的，我去查线索了。真的？真的。我就说嘛，你不可能是不想当我弟子了，你肯定是因为有别的事情才离开的。虽然呢，你不可能再留在神医谷了，不过没关系，我跟着你走便是了。你去哪儿，我就教到哪儿。我并不……石七长老，我大师兄的意思是说，他并不是不想跟你学，只是清玄宗平时要求一天练10个时辰的功，剩下2个时辰，你舍得不让他睡觉吗？当然不舍得呀。而且现在我大师兄还有一事相求，不知道石七长老能不能帮忙？哎，求什么求？师徒之间一句话的事儿，说吧。叶玲珑戳了戳裴洛白的手臂，裴洛白一怔，他竟然都懂。师父，我有一挚友被人所伤，刀剑刺入心口，还被剜过。如今生死未卜，你能不能帮我治他呀？当然能啊。我虽不会大长老的起死回生术，但只要他没死，我就能给他治回来。真的？真的。谢谢。谢什么谢？你现在就带我去，赶紧的。为师必须要给你争这个脸。好，我要带我师父去一趟昆吾城，你们作何打算呢？石七长老听到师父二字，他得意的扬了扬脑袋，心情愉悦的下巴的胡子一抖一抖的。大师兄，你的挚友在昆吾城吗？看样子我们都不认识，那么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吧。大师兄的挚友就是我清玄宗的挚友，毕竟能让大师兄放在心中深处那么久，属实很重要。毕竟能找到一个与自己步调一致、三观相同且一眼难忘的人不容易啊。裴洛白眉头一皱，总觉得六师弟全身上下洋溢着的气息名叫欠揍。能不伤心吗？人家之所以生死未卜，就是为了大师兄呢，以一人之力扛下了所有的压力啊，给大师兄争取了时间和生机，让他去寻找真相，洗刷冤屈。当初大师兄可是与天下为敌的大魔头呢。裴洛白眉头皱得更紧，为什么越说越不对劲儿呢？他要是没记错的话，当初司玉晨是为了救小师妹才被叶荣月刺伤的吧？怎么这事儿也能算他头上？这时沈离贤忽然恍然大悟，我懂了，这样有情有义的未来大嫂是要一起去见一见的。沈离贤这话一出，在场的所有清玄宗的弟子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吓得后退了一大步。什么情况？他说错话了？大师兄，这可是二师兄说的，我们什么也没说。不然的话，你还想说什么？裴洛白额头上青筋突突的，大师兄要杀人了。他们都跑掉之后，裴洛白到柜台上拿了壶酒上楼去了，冷静一下。小师妹，什么情况？大师兄竟然如此在意，发那么大的脾气，他不会真的……长老，喝点酒歇一会儿，我们出去采买点东西就出发去昆吾城。哦，好的。没能听到徒弟八卦的石七长老拿着酒一脸失望的离开了。唉，大师兄并不是因为大家误会才生气的。那是为什么？可能这段时间暴躁成习惯了，一下子没改过来。啊？这就要从他跟石七长老的爱恨情仇说起了。刚刚跑掉的那4个男弟子不知什么时候又回来了，
而且看样子八卦已经听完了。那他昆吾城挚友这件事情，这事说不准，有些人一见如故，有些人相看两厌，缘分的事情啊很玄妙，三言两语解释不清。说了，又好像没说。所以呢？所以就不解释了，我们收拾一下出发吧。一行人浩浩荡荡地飞往昆吾城。没想到啊，上次跟你们见面还是在巅峰舞会，这一转眼呐，已经差不多时隔1年了呀。唉，你出事的时候，昆吾城虽然离得最近，但当时大家手里有任务，并不适合马上前往。但玉晨做了决定，第一时间赶到石泽山。我听于正说，他想给你争取时间。裴洛白眉头微微一皱。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的内心是悲喜交加的。我知道，他这是把你当作知己，人生难得一知己啊。当时你遭逢大难，他第一时间想办法救你，希望你这回也能不遗余力地救他。唉，于正，还是你带他们去自己看吧。是，掌门，我师兄就在房间里面，不过我建议不要那么多人进去看他，让裴师兄带着神医进去便好。我们去那边等着吧。原来大师兄的挚友是个男的，你们怎么不早说呢？我们也没说他是女的啊。可你们形容的很是暧昧啊。心中无女人，拔刀自然神。二师兄，是你的心乱了。这倒打一耙的功夫简直离谱。小师妹，你们怎么在这里啊？好家伙，大长老也跟着过来了。可惜你们走得太快了，后面好多场好戏你们都没有看到。后来神医谷全走光了，就剩老祖一个人。陈七元兴奋地说了起来，叽里呱啦都不带停了。所以你和大师兄是投奔了宗门联盟，被盟主派到这里来给司玉晨治伤。是啊，不过你们先来了一步，所以我和我师父先在外面等等，先看17长老的诊断结果。你们离开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少谷主和他的心上人？你不问我差点就忘了，谷主和谷主夫人有个儿子，可他俩出那么大的事情的时候，他儿子就没出现过。这个我倒是有所耳闻。我救活了黑山盟少盟主之后，黑山盟的人隔天就带他们离开了。听闻他走的时候带走了少谷主心爱的女人，少谷主痴情，想也不想的就追了过去。所以神医谷出事的时候啊，他俩早就走远了。叶玲珑点了点头，跟他猜的差不多。叶荣月是万人迷体质，黑山盟确实是很好的选择。他们够凶够强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。小师妹，为何忽然关心起少谷主和他的心上人？因为他的心上人是叶荣月啊。叶荣月是导致大师兄这次被围剿的始作俑者。他？对，诱导大师兄去灭丹仙堂的人就是他，以正义之名诛杀大师兄，想要夺走浮屠塔的人也是他。只可惜我去的及时，他没弄得成。那我们要不要到黑山盟要人呢？黑山盟是什么地方？都能拿上百条人命要挟神医谷救人的，他们怎么可能会因为叶荣月做了坏事就将他交出来？